最近医学界出现一项震撼的新发现，三酸甘油酯的天敌找到了。只要每天吃一次它，三酸甘油酯想升高比登天还难，血管将保持畅通无阻，让你一辈子远离三高、心肌梗塞和脑中风。听起来像神话吗？别急，这背后其实有扎实的科学根据。我们将深入探讨什么是三酸甘油酯，为何它危险，又是什么神奇食物能将它制服，带你用浅显易懂的方式了解这场健康革命。提到高血脂，许多人首先想到的是胆固醇，但其实血脂包括两大项，胆固醇和三酸甘油酯。胆固醇常被关注，而三酸甘油酯简称 TG 则像躲在阴影里的隐形杀手。当 TG 过高时，血液会变得又黏又稠，好比在血管里灌满了油，长期下来会严重威胁心脑血管健康。根据最新调查，高血脂族群盛行率高达将近1/4，也就是说，每4个人就有1人血脂偏高。而高血脂正是诱发心血管疾病和脑中风的头号杀手。令人吃惊的是，很多瘦子也可能悄悄存在高血脂问题，也就是说，高血脂不等于肥胖，体重计上的数字正常，并不代表血管里就没有堵车危机。血脂高低关键在血中的脂肪含量，跟体重并非完全正相关。就算外表再瘦，如果饮食习惯不良，体内生成过多胆固醇或三酸甘油酯，一样可能出现危险的高血脂。这也是为何有些人明明身材清瘦，却突然发生心肌梗塞，凶手往往就是被忽视的血脂异常。那三酸甘油酯具体有多可怕？一般医学标准认为，空腹三酸甘油酯高于150毫克 DL 约等于 1.7 mol， 就算偏高，若超过500毫克 DL， 胰脏炎风险也会大增。极端情况下，病患血液中的三酸甘油酯浓度能高到夸张。医学上曾有三酸甘油酯飙升至正常值数十倍的案例。有位30出头的年轻患者，抽血检验时血液竟呈乳白色，浓稠如牛奶，被称为牛奶血。他体内的三酸甘油酯指数高达正常上限的将近50倍，结果引发急性胰脏炎，差点送命。可见，当血液里的油脂多到一定程度，不但会堵塞血管，甚至会直接危及生命。心脏科医师常形容，人类寿命的上限取决于血管的耐久度，保持血管干净畅通，就是在延长我们的寿命。反之，任由三酸甘油酯这个隐形杀手潜伏，轻则引发脂肪肝、糖尿病等三高症状，重则诱发心肌梗塞或脑中风等致命事件。也许你会想，我平时饮食很节制，偶尔放纵一下，血脂应该不会马上出问题吧？然而，三酸甘油酯对近期饮食极为敏感，短短几天的饮食变化就足以左右它的高低。有医师分享过这样一个真实案例，一位30岁左右的上班族，平常自认吃得很清淡，但在一次体检中，他的三酸甘油酯竟高达417毫克 ，DL 是正常上限的将近3倍。他百思不解，向医师坦言，我平常吃东西都很控制，只有最近这礼拜出国玩大吃大喝，为什么血脂就飙这么高？事实证明，问题就出在那短短1周的大吃大喝。医师解释说，三酸甘油酯对饮食改变非常敏感，就算只放纵3到5天，血液检查结果都可能大幅翻红。也就是说，1周暴饮暴食，足以令你的血液变成油汤。到底哪些饮食会让血液中的油脂直线上升呢？很多人以为只有吃肥肉、油炸才会让血脂偏高，但更大的凶手其实是糖和精致淀粉。当你摄入过多含糖饮料、蛋糕、甜点或白饭、白面包等精致碳水，身体消耗不完的热量就会迅速转化成三酸甘油酯，在血液和肝脏中堆积。换句话说，甜食和精白淀粉就像血管里的生油机，吃的愈多，肝脏制造出的油脂就愈多。尤其是含糖饮料和酒精，更是让三酸甘油酯飙升的快速通道。你可能不知道，酒精在体内的代谢产物很容易转变成三酸甘油酯。酗酒的人常常伴随高三酸甘油酯血症，而年轻人爱喝的手摇含糖饮料，也可能让原本健康的血脂短期内出现异常。糖分加酒精加精致淀粉，可说是三酸甘油酯最爱的三叉神经。
一刺激就让它直线上飙。相反地，如果短时间内调整饮食结构，三酸甘油酯也能明显下降。例如，有研究让一群高血脂患者在3天内改采低脂高纤饮食，结果发现三酸甘油酯浓度迅速下降。另一项试验则让健康年轻人连续5天高脂肪饮食，发现他们空腹三酸甘油酯水平从80毫克 dl 降至56毫克 dl。有趣的是，这高脂肪饮食使用了富含不饱和脂肪的棉籽油，取代部分碳水化合物热量，居然使血脂指标改善。这印证了减少精致碳水，适量摄入健康脂肪，反而有助于降低三酸甘油酯。过去人们一味恐惧脂肪，却狂吃淀粉的做法，其实走入了误区。真正让现代人血脂失控的元凶，不是天然的油脂，而是过量的糖和精致淀粉。所以要稳定三酸甘油酯，关键在于调整我们的餐桌内容。幸好，最新的研究给出了明确的方向，只要巧妙更换主食中的淀粉种类，就能让三酸甘油酯大幅下降。这正是我们接下来要揭晓的三酸甘油酯克星。医学界期待已久的突破来了，科学家们终于发现了一种能有效对抗三酸甘油酯的天然物质，它不是药，而是一种特殊的淀粉。听清楚了吗？淀粉也能降血脂，这听起来很不可思议。毕竟我们刚说过，淀粉吃太多会让血脂飙升，但这种淀粉不一样，它被称为抗性淀粉。简单来说，抗性淀粉就是一种人体无法完全消化吸收的淀粉，在小肠里它顽强抵抗消化酶，一路直达大肠发酵，就像膳食纤维一样工作。正因为如此，抗性淀粉既不会像一般淀粉那样分解成葡萄糖迅速升高血糖，也不会转成多余热量囤积成脂肪。它的特性使它成为对付三酸甘油酯的绝佳利器。2023年刊登于权威期刊《细胞代谢》Cell Metabolism 的一项研究，让全球医学界为之一振。中国上海的研究团队招募了200名非酒精性脂肪肝 NAFLD 患者，进行了一场为期4个月的饮食介入试验。他们将这些人分成2组，一组在均衡饮食基础上，每天额外服用抗性淀粉粉末作为秘密武器，另一组则服用等热量的普通玉米淀粉作为对照。2组人都遵循营养师制定的均衡饮食，但只有第一组摄入了抗性淀粉。那么结果如何呢？短短4个月后，抗性淀粉组患者的肝脏中三酸甘油酯含量比对照组足足低了将近 40%， 他们的肝功能指标、肝酵素和发炎指数也明显下降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原本严重的脂肪肝和高血脂，在不到半年内就被硬生生扭转了近一半。更令人惊讶的是，这种改善并不全是因为减重，即使扣除体重下降因素，抗性淀粉本身仍对降低肝脏脂肪有显著效果。换言之，抗性淀粉直接作用于人体代谢平衡，达到降脂效果。科学家们进一步发现了抗性淀粉降脂的秘密所在，它改变了我们肠道里的菌群生态。在实验结束时，服用抗性淀粉者的肠道益生菌明显增多，其中有些菌种能产生特定代谢物，帮助抑制肝脏制造脂肪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，有一种名为 Bacteroides stercoris 的肠道细菌在抗性淀粉组中大幅减少，而这种细菌的代谢产物据信会促进肝脏合成脂肪。抗性淀粉让坏菌减少，好菌增加，等于从源头关掉了肝脏制造三酸甘油酯的开关。为了证明因果关系，研究人员还把摄取抗性淀粉组患者的粪便菌相移植到实验鼠体内，结果那些老鼠的肝脏脂肪堆积也显著减少。这几乎可以确定，抗性淀粉透过调节肠道菌，达到了降低肝脏和血液脂肪的效果。这项研究堪称突破性的里程碑，三酸甘油酯终于出现了天敌级的对手。更棒的是，抗性淀粉作为一种天然食物成分，安全、有效、平价，可长期使用。正如研究作者所言，相比起要求患者猛烈运动或严格节食，在日常饮食中添加抗性淀粉要容易执行得多。这给无数深受高血脂、脂肪肝困扰的人带来了新的希望。不用吃药，每天一杯抗性淀粉饮品或一份富含抗性淀粉的食物，
就能让血中的油脂降下来。三酸甘油酯这座大魔王似乎终于遇上了克星级的对手。了解了抗性淀粉的威力，你可能会问，我要到哪里去找这种神奇的淀粉？其实，抗性淀粉广泛存在于许多日常食物中，尤其是一些未经过度加工的全谷类和豆类食物。想要每天吃到充足的抗性淀粉，其实并不困难，只需从主食和小点心的选择上下手，把精致淀粉换成抗性淀粉丰富的食物就可以。例如，以下这些都是富含抗性淀粉的优良食物。每天任选一两样替换掉白米白面，就能大大提高抗性淀粉的摄取。糙米等全谷杂粮，用糙米饭替代精白米饭，就是极好的选择。糙米所含的抗性淀粉和膳食纤维远高于白米，升糖速度更慢，饭后血糖血脂较不易飙高。除了糙米，像薏仁、胚芽米、全麦面包等未精制谷物也是不错的主食。燕麦被誉为血管清道夫，其中不仅富含抗性淀粉，还有可溶性纤维贝塔、葡聚糖，有助降低坏胆固醇。早餐来一碗燕麦粥或燕麦牛奶，是养成抗性淀粉习惯的绝佳方式。各种豆类，绿豆、红豆、黄豆、扁豆、鹰嘴豆等豆类都是抗性淀粉宝库。平日多喝绿豆汤、红豆汤，或在白米里掺一把杂豆共煮，15谷饭，都能摄取到丰富的抗性淀粉，不但降脂，还顺带补充优质植物蛋白和矿物质，一举多得。稍微带青的香蕉，香蕉越熟越香甜，但当中的淀粉会转化成糖。反之，带点青色的香蕉抗性淀粉含量更高，糖分较低。每天一根略青的香蕉当点心，不但增加抗性淀粉，还提供钾离子帮助稳定血压，是非常好的天然保健点心。除了上述几样，其实地瓜、芋头、山药、玉米等根茎类也含有不少抗性淀粉，尤其是经过冷却的淀粉类食物。这里有个有趣的小知识，淀粉的烹调与冷却方式会影响抗性淀粉的含量。比如刚煮熟的白饭易消化吸收，但如果将白饭冷藏放凉，其中部分淀粉会重新结晶形成抗性淀粉。隔夜冷饭、凉面、马铃薯沙拉等，比起热腾腾的刚煮食品，含有更多抗性淀粉。当然，我们不是要你每餐吃凉饭，而是提醒大家，善用食材的特性，可以无痛增加抗性淀粉摄取。例如煮一锅糙米饭，冰箱冷藏后再回锅加热，口感不变，但抗性淀粉增加了。又或者把白马铃薯换成凉吃的地瓜或南瓜沙拉，也能吃进更多抗性淀粉。这些聪明的小技巧，都是在日常生活中对抗三酸甘油酯的秘诀。抗性淀粉在体内的作用可谓一箭双雕。一方面，它控制了饭后血糖，由于抗性淀粉不会被小肠吸收转成葡萄糖，餐后血糖上升趋缓，胰岛素分泌也比较平稳。胰岛素稳定意味着肝脏不会收到把多余糖转成脂肪的信号，三酸甘油酯自然减少合成。另一方面，抗性淀粉充当了益菌的养分，它在大肠发酵时产生短链脂肪酸等有益代谢物，不仅改善肠道环境，还有助于提高满足感，减少脂肪囤积。很多减重人士应该都有经验，餐中多一份糙米或豆类，少一份白饭，饱足感更持久，血糖不会大起大落，减肥变得轻松许多。这都是抗性淀粉在默默发挥作用。因此，有营养学者称抗性淀粉是最友善的淀粉，它保留了碳水化合物带来的能量与满足感，却抛开了让人发胖和升高血脂的副作用，堪称淀粉界的降脂奇兵。值得强调的是，抗性淀粉并非要你完全拒绝其他主食，我们的目标是替换而非禁绝。毕竟白米白面好吃，精致淀粉入口柔软，很多人一时戒不掉。我们要做的是逐步用富含抗性淀粉的食材去取代部分精致淀粉，比如一周有3天晚餐主食改用糙米、杂粮饭，早餐馒头换成全麦馒头或燕麦粥，爱吃水果就选择香蕉、苹果。苹果富含果胶纤维，也有助降脂，等而非太多水果干。日积月累，三酸甘油酯就会在不知不觉中被你饿着降下来。同时，由于抗性淀粉让血糖更稳定，你还顺带远离了第2型糖尿病的风险，可谓一石二鸟。
很多营养师甚至预言，抗性淀粉将成为现代人对抗三高的新利器。未来我们的餐盘将越来越多样化，全谷、杂豆等粗粮重回主角位置。这不仅是营养趋势，更是一场关乎健康长寿的革命。前面我们讨论了如何清理血液中的油，但要让血管畅通无阻，光控制三酸甘油酯还不够，我们还得保护血管壁和心脏的功能。其中一个容易被忽略的要素就是镁。你或许不知道，镁是维持心脏和血管健康的关键矿物质，它参与心跳律动、血管舒张、神经传导等多种生理作用。若长期缺镁，心脏可能会频频拉响警报，心悸、心律不整、血压升高，甚至增加心肌梗塞风险。有人形容，心脏最怕的就是缺镁，一点也不夸张。现代人饮食精致，外食多，反而容易缺乏镁这种来自天然食材的营养。当你经常感到心慌、莫名失眠、腿脚抽筋却查不出原因时，很可能身体已经严重缺镁了。幸运的是，镁可以通过饮食轻松补充，我们日常就有不少食物是天然的镁库存。医生特别推荐以下3大类高镁食物，心脏不好或中老年人更要经常摄取，来为心血管保驾护航。坚果与种子类，各种坚果和种子是镁的极佳来源，不论杏仁、腰果、核桃还是南瓜子、葵花籽，都富含镁且蕴含对心脏有益的优质油脂。每天抓一小把混合坚果当零食，既能补充镁元素，又提供了 Omega-3 等不饱和脂肪酸，一举两得。研究显示，经常吃坚果的人心血管疾病风险较低，镁的功劳不可忽视。深绿色叶菜类，绿叶蔬菜不但是维生素宝库，也蕴藏丰富的镁离子，特别是菠菜、甘蓝菜、芥蓝、苋菜等深绿色蔬菜，每100克就含有数十毫克的镁。常吃这类蔬菜有助于血管舒张，稳定血压，对抗动脉硬化。把青菜当饭吃，可不是一句玩笑话。每天餐桌上一大盘青绿蔬菜，就是给心脏最好的礼物。全谷杂粮类，还记得我们提到的糙米、燕麦等全谷物吗？它们不仅抗性淀粉丰富，镁含量同样令人赞叹。一碗糙米饭或燕麦粥就能提供人体一天所需镁的相当比例。此外，荞麦、糙麦、红藜等粗粮也都是补镁佳品。将主食精白米面替换一部分为杂粮，不仅降血脂，还能预防骨质疏松，镁有助钙质代谢等一箭多雕。养成高镁饮食的习惯，对维护心血管健康大有裨益。镁就好比心血管系统的润滑剂，充足的镁让血管弹性好，减少痉挛狭窄的机会，也让心脏的跳动节奏更加稳定强劲。有研究指出，镁摄取多的人，高血压和心脏病的发生率明显较低，难怪心脏科医师反复强调，中老年人一定要检视自己的饮食中是否有足够镁。如果担心自己缺镁，可以向医师咨询或检验，但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从现在开始，多吃上述那些天然的高镁食物。与其事后吃药补救，不如平时就给心脏装满镁电池，让它不会没电当机。谈到血管健康，不能不提另一位大名鼎鼎的护血管明星 Omega-3 脂肪酸。Omega-3 主要存在于深海鱼类、亚麻籽、核桃等食物中，它对心脑血管的好处可以说多如繁星，其中一项就是降低三酸甘油酯。早在数十年前，科学家就发现爱斯基摩因纽特人虽然饮食高脂肪，但心血管病发病率很低，秘密就在于他们摄取了丰富的 Omega-3。不饱和的 Omega-3 脂肪酸能抑制肝脏合成三酸甘油酯，并促进体内脂肪代谢，同时它还有抗凝血、抗发炎的作用，能稍微降低血压，让血管内的血液更顺畅。难怪有人把 Omega-3 称作血管的清道夫，帮助清理坏胆固醇和多余油脂。为了让血脂维持在安全范围，我们日常饮食中应该适量增加 Omega-3 丰富的食物，比如每周至少吃2次以上深海鱼、鲑鱼、青鱼、秋刀鱼等油脂丰富的鱼，这是取得 Omega-3 最直接的方式。如果不方便吃鱼，也可以每天吃些亚麻籽粉、奇亚籽或核桃，这些植物性食物含有阿尔法亚麻酸，在体内可转化为 Omega-3。同时多吃深色蔬菜、海带、香菇等，
虽然 Omega-3 含量不高，但胜在纤维，植化素多，能综合提升血管健康。总之，让 Omega-3 成为餐桌上的常客，等于给血管设置了限速标志，避免脂质在血管里横冲直撞。与此同时，我们也要尽量避开一些让血管飙车的食物，特别是反式脂肪和过量的饱和脂肪。前者主要存在于加工食品、点心如饼干、蛋糕、油炸品以及人造奶油、酥皮糕点中，后者则大量见于肥肉、猪油、奶油、椰子油等。反式脂肪和饱和脂肪就像道路上的飙车族，在血管中高速乱窜，极易造成堵塞和意外。研究显示，饮食中反式脂肪每增加 2%， 心血管疾病风险就大幅升高，而大量饱和脂肪则会抑制肝脏受体清除坏胆固醇，让 LDL 积聚于血中。为了血管安全，我们应尽量少吃这些高风险食物，如洋芋片、薯条、泡芙饼干等零食，还有奶精、马麒麟、人造奶油等人造油脂，以及猪牛油炸物、动物内脏等高饱和脂肪的食品都要节制为妙，把它们留给年轻人去拼命吧。我们的血管可伤不起这些刺激。最后，要真正远离三高：高血脂、高血糖、高血压。光靠吃还不够，整体生活习惯的改变才是治本之道。饮食控制就像在源头减少了垃圾，而规律运动则是加速清理垃圾的清洁队长。透过运动，我们可以提升体内好胆固醇 HDL 的水平，帮助把血管壁多余的胆固醇带回肝脏代谢。运动也能促进脂肪燃烧，直接降低三酸甘油酯。建议每周至少累积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，约等于每天快走30分钟。这点时间对于健康的回报堪称投资报酬率最高的买卖。此外，保持充足睡眠和缓解压力也很重要。睡眠不足和压力大会扰乱荷尔蒙平衡，可能导致食欲增加、腹部脂肪囤积、血脂血糖上升。给自己每天7到8小时的优质睡眠，并寻找合适的舒压方式，如瑜伽、冥想、听音乐等，能让身体的代谢机能运转在最佳状态。当然，定期健检也是不可少的环节，别忘了每年验血检查你的三酸甘油酯、胆固醇等指标，及早发现异常，才能及早介入调整。如果本身有家族遗传的高血脂或其他疾病，千万要遵从医嘱治疗，必要时药物控制该上还是得上。我们提倡食疗与生活调养，但并不意味着能取代医生的处方。正确观念是先靠生活方式改善，打好基础，必要时再辅以药物，双管齐下才能稳操胜券。千万别一边狂吃保健品，一边拒绝吃医生开的药，这样反而因小失大。总而言之，三酸甘油酯这个过去令人畏惧的健康劲敌，现在已有了对付它的简易方案。我们了解了饮食对血脂的惊人影响，也掌握了抗性淀粉这样的秘密武器。只要每天善用一次抗性淀粉，调整一下主食来源，就仿佛给三酸甘油酯上了紧箍咒，让它不敢再轻举妄动。同时搭配补充镁质，摄取 Omega-3， 均衡营养和规律运动，我们就从各个角度武装了自己的心血管。三高不再是年老时的必然命运，心梗脑梗也不再像达摩克利斯之剑高悬头顶。想象一下，几年后的你，体检报告上一片清爽，血压稳定，血糖正常，血脂理想。医生惊讶地说，你的血管干净得像年轻人一样。这绝非妄想，而是你现在每一天的努力累积换来的真实回报。事实上，很多聪明的人已经开始行动，他们每天都吃一份抗性淀粉食物，把白米换成糙米，早餐改吃燕麦，中午来份杂豆沙拉或薯仔沙拉，加上一把坚果当点心。不知不觉中，他们的血管变得通畅，连医生看了都说，你的血管年龄比实际年龄年轻好多。这些改变一点也不难，难的是愿不愿意开始，以及能否持之以恒。但只要你下定决心，每天一点小改变，累积起来就是大大的健康奇迹。在这场与血脂血管的斗争中，我们其实并不孤单。科学的进步不断为我们提供新的武器和策略，从饮食发现到营养补充，方法越来越丰富。我们要做的
就是张开双手去拥抱这些新知，并付诸实践。今天揭晓的三酸甘油酯克星抗性淀粉，正是一个新的起点。有了它，加上合理的饮食与生活习惯，高血脂不再高不可攀，高血糖、高血压也将受到牵制，一辈子远离三高，心梗、脑梗将不再只是美好的愿望，而是实实在在可以达成的目标。现在就让我们从今天的餐桌开始行动吧。记住，每天吃一次抗性淀粉，哪怕只是一碗糙米燕麦饭或一杯豆子汤，都在一步步击溃那让血液变粘稠的隐形杀手。同时，多一些深绿蔬菜和坚果，少一些甜饮和薯条。别小看这每天的改变，它会在日积月累中守护你的血管。等到了耄耋之年，你会庆幸当初做出了这些选择。那时的你或许正精神矍铄地跟晚辈们分享着自己的养生秘诀，告诉他们，原来保持血管年轻这么简单，只要每天坚持吃对东西就行。这将是送给自己以及家人最珍贵的礼物。现在就开始实践吧，你的心脏和大脑一定会感激你今天所做的一切选择。